这位身穿白色的露肩衫，头戴黑色的蝴蝶结，乍一看是一名纯情的美少女，但其实呢，她是一位已经62岁的国际通缉犯。她在日本诈骗了27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1亿2500多万。而且呢，她还先后交往了120位男友。被捕的时候，已经62岁的她和24岁的小鲜肉刚刚结婚没多久。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日本男人收割机山边节子的故事。ご迷惑かけ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ういう気持ちあるんですかね。1955年，山边节子出生在日本的熊本县。山边节子小时候呀，就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总是能够将自己营造成一个可爱的形象。上中学的时候呢，每到放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男生抢着给他拿书包，给他买各种各样的零食。在学校呢，做错事了，男老师训斥他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眼泪汪汪、可怜巴巴的看着老师啊，一会儿就哭了出来，搞得男老师也没有办法，只能劝他别哭了，赶紧回去吧。山边节子的整个学生时代啊，享受着被男生们关注和帮助的感觉，可以说她是天生的交际花。但同时呢，也导致了在她的身边啊，几乎没有同性的朋友。山边节子的异性缘啊，也让她的父母头疼。父母觉得女儿早点出嫁啊，结婚之后了，有了老公，一切就会变好了，变正常了。所以呢，高中毕业之后啊，19岁的山边节子就被父母安排相亲。相亲的对象是一名汽配厂的修理工，最终山边节子和对方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丈夫的性格老实，对家里非常的负责。在此期间，山边节子也扮演着一名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随着平凡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啊，节子的本性再也压抑不住啊。只要丈夫出差，她就会精心打扮，到那些社交场所和多名男子交往，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且呢，到了后来啊，她越来越肆无忌惮啊，不再顾及丈夫的脸面。直到她30岁的时候，节子和丈夫就离婚了，儿女由丈夫抚养。山边节子终于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开始了她的女海王的人生。她把男人们当成猎物去围捕，游走在各色各样的男人之间。节子呢，经常到那些高档场所啊寻找猎物，高段位的猎人呢，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山边节子便是把自己伪装成一只纯情的小白兔，在高尔夫球场上，她会像少女一样蹦蹦跳跳啊，假扮傻白甜，并且呢，她还会假装不会打，让对方教自己，一脸崇拜的看着对方，中间呢不经意的身体碰撞啊，说几句崇拜的话语，让对方飘起来，微笑着看着对方，再来一个歪头杀。但这只是第一步啊！山边节子还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了所有跟他接触过的男人们的各自的爱好。有的喜欢体贴的，有的喜欢有气质的，有的喜欢温柔的，有的喜欢火辣的。他会根据不同男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和穿搭，来扮演好每位男性心里的理想女性。山边节子用自己的方法和多名有钱的男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也收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物，200多万的珠宝，600多万的钻石，只要他想要，男人们都会送来。33岁啊，山边节子遇到了一位社长，在这位社长的帮助下，以山边节子的名义，在繁华的商业街开了2家酒馆，这样呢，他就有了固定的收入。在自己经营的酒吧里呢，他利用自己的长处，认识了更多的优质男性，身边的资源呢也越来越大，整个人都上升了一个层次。山边节子游走在多个男性之间，统筹兼顾啊，竟然是游刃有余。可以说，他绝对是一名顶尖的时间管理大师。后来呢，他发现之前帮他的那位社长啊，竟然有了新欢啊，对方年轻漂亮。山边节子从来都是抢别人的男人，这一次呢，竟然被一个小姑娘给抢了男人，他就忍不了了啊，他决定要把那位社长给抢回来。但是对方年轻漂亮啊，是自己比不了的，怎么办呢？那就比才艺。山边节子开始写爱情诗歌，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的白色袜子的味道。山边节子以原菜子为笔名，写了很多的诗歌。作为一名诗人出道，将写的诗呢全都印刷成书。结果那位社长还有其他的已经离开山边节子的其他男人啊，竟然真的被感动了，回到了他的身边，继续在节子的身上砸钱。此时呢，山边节子的撩汉技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啊，每天都和不同的男人接触，勾勾手指就能让对方花钱，自己呢过着奢华的生活。山边节子47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他在熊本老家花了1亿日元盖了一栋别墅，叫做姬玉殿，翻译过来呢就是公主的宫殿。此时呢，三边节子的交际圈已经不只是在商界了，开始接触那些有权势的人。他的生活呢也变得更加奢华，出入都是豪车接送。三边节子呢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贵妇。这时呢，他也不忘用钱来投资自己，他花了800万日元给自己做整容和丰胸。而且呢，三边节子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找牛郎。每次去牛郎店都会花费200万以上。1回来たら200から300。なんかプレゼントされたものってなんかあるんですか？時計ですかね。時計。ロレックスの200ぐらいだったとポルシェです。カイエン。頭金に300万ぐらいは払って。不过好景不长，50岁的时候呢，出现了意外。三边节子呢，曾经帮一位朋友担保贷款，结果呢，那位朋友公司倒闭，而且呢还跑路了，所以这笔债务就落在了担保人三边节子的身上。节子为了维持这个奢靡的生活，积累的财富早就花光了，没了钱怎么办呢？那就去借高利贷，再加上那笔债务啊，三边节子的负债已经达到了1亿日元。本来呢，他也没太担心啊，他以为啊，之前的那些大哥大爷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帮自己，但实际上呢，已经没有男人愿意在一个50岁的大妈身上花钱了。三边节子呢，这才看清了现实啊，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样貌和讨好男人来搞钱了。没有办法，三边节子只能申请了破产。生活品质的巨大落差使得三边节子备受打击，他决定要想办法搞钱。2011年，三边节子啊，借助着自己之前积累下的名气和人脉，做了一个过渡性贷款项目。节子谎称自己是为东芝、夏普这样的日本大公司提供过渡性贷款，在民间融资啊，并且呢，盈利的回报高达25%，发展下线呢还有提成。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金字塔的庞氏骗局，而三边节子就是站在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人。节子靠着自己的高情商和精湛的演技，骗取投资人的信任。从2011年到2015年，在5年的时间里，节子总共筹集了27亿日元的资金。有了这些钱，三边节子再次回到了之前奢靡的生活中。他不只是在日本包养牛郎，而且呢，还在国外包养小鲜肉。2015年，60岁的三边节子去菲律宾旅游，遇到了32岁的菲律宾牛郎，对方身高1.83米，一身腱子肉，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三边节子给对方买了一栋豪宅，并且每个月给他180万日元的包养费但是呢，对方必须辞掉牛郎的工作，只伺候节子一个人，而且呢，牛郎不能干涉三边节子在外面找其他男人。虽然节子开出的条件有点苛刻但是这位菲律宾牛郎还是同意了被包养吃软饭的枯燥生活。好景不长呢，在2015年，节子的骗局金字塔终于资金链断裂了。早就预料到结果的节子呢，决定潜逃泰国。在泰国，节子遇到了一名31岁的男子。节子当时已经是61岁了，他谎称自己是38岁，和这位31岁的泰国男友谈起了恋爱。节子谈恋爱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那就是砸钱。节子每个月给这位泰国男友2到3万泰铢，还给对方盖了一栋新房子。男子的母亲住院期间呢，节子也是出钱出力。泰国男友的母亲对这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嘴儿媳妇也是赞不绝口。实际上，这位泰国男友早就知道节子已经61岁了，不过泰国男友呢也不想努力了只要阿姨给钱花，阿姨就是38。后来呢，两个人还举行了婚礼，成为了夫妻。节子的年龄问题两个人都是心照不宣，只是各取所需而已日本这边呢，因为被节子诈骗的人数太多，金额也太大，日本政府呢也不得不重视。日本警方对三边节子开出了国际通缉令。2017年3月30日，已经62岁的三边节子在泰国被警方逮捕，后来呢被遣返回日本。不过在此期间呢，节子一直都非常的冷静，他每次出现在民众面前时呢，他都是精心打扮。虽然估计节子诈骗了应该有27亿日元，而且被骗的这个人员当中呢，全部都是男性，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最终法院以诈骗1.7亿日元对节子进行了起诉。直到2018年4月，节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了7年的有期徒刑。
三边截止的事情在日本非常的轰动，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38岁的伊丽卡》。山村节子还在监狱里给泰国男友写了很多的信，在信里说出狱之后呢，和泰国男友会一起到老挝生活。不过泰国男友对记者说自己不会等节子出狱的，节子的儿子和女儿也从来没有去探望过他。等到山村节子出狱的时候呢，年龄应该是70岁了。想挑战自己软肋的兄弟们倒是可以到监狱里去接这位70岁的小仙女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